好，再來看到的是解放軍4艦，這個時候打穿了宮古海峽。日本的方面則是急造他的30人巡邏艦，真的扛得住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各種海上的壓力嗎？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至日本還有包括了稀土上面的管制，現在呢整個出口已經砍半了。高市這個時候急派他的破兵團到北京，真的能夠有效嗎？那麼抗中是不是已經撐不住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中日關係現在說呢，又來到了一個最新的一個危機點了嗎？來看到最新消息是，中國大陸的海軍一共是達到了4艘的軍艦，這個時候分成2批，穿越到了宮古海峽之後，就前往了西太平洋。日本自衛隊可以說是全程在跟監的，但是在這個軍事不斷升高的這個壓力之下，我們看到日本的跨黨派議員搭上了飛機前往北京去，急着和中日之間去建立一個比較稍微緩和一些的關係。我們先來看到軍事上面剛剛特別提到的消息，4艘船艦的部分哦，這是來自於日本防衛省最新的通報。解放軍日前一共是派了4艘的軍艦，分成2批來出去，包括到了宮古島跟西太平洋地區。首先我們來看到第一批的部分，是052D 的飛彈驅逐艦日喀則艦，成軍後說首度的執行了遠洋任務。首次就是選在宮古島、宮古海峽，還有呢，在這個西太平洋地區。那當時搭配的是054A 型的宜興艦。第二批又出的是052D 的包頭艦，在這個部分呢，同樣也有054A 的玉溪艦一起來穿越宮古海峽哦。4艘軍艦當中，現在呢備受大家特別關注的就是我剛剛特別提到的日喀則艦。好，日喀則艦服役的時間大約已經達到5個月了，是首次的執行它的所謂剛剛提到的遠洋任務。那目前做了一個初步的統計，052D 的數量，它的已經達到了35艘，後續當然還會有新艦持續的建造當中。而近年呢，可以看到的是政治意味濃厚，因為它不斷的穿越宮古海峽，一直不斷的增加它的數量哦。這個等一下我們來做解讀，在政治上面的訊號。那日本方面，我們要來看到它派出它的船艦，這個是鷹級的近海巡邏艦。從2027年開始呢，它就正式的接手跟監中國軍艦的任務。那麼原本在做這些的神盾艦跟驅逐艦，它就可以再回復到以前執行防空跟反潛的任務。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張將軍怎麼看中國大陸的軍艦？剛剛我們提到的，包括了穿越宮古海峽之後突破到整個第一島鏈，現在已經變成一種例行性的演習了嗎？本來是用小型的這種日本方面哦，這個鷹級的巡邏艦，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艘，那麼現來監視，也凸顯說中日現在在海軍的軍力的差別已經越來越大了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中國大陸隨着它的海軍這個戰力、還有兵力、還有艦數增加之後，它會說常態性的跨島鏈、遠海訓練。那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北邊的話裝宮古海峽，宮古海峽比較寬，那宮古海峽穿越宮古海峽，那很簡單，單純的就是對着日本。然後你往南邊的話，對的是巴士海峽，巴士海峽沒有日本，日本到最邊拉到最南邊就是與那國島，你穿越巴士海峽就是台灣跟菲律賓、呂宋島。那對日本會形成壓迫嗎？不會，那反而就在放在宮古。那北邊最北邊的軍艦海峽，那是面對的是俄羅斯。所以我們來看，中國到最常態參與就是宮古，那出島鏈就是宮古出島鏈，這是最常態性的。而且中國大陸海軍多了，現在航空母艦有3艘，那不可能一直在島鏈內嘛，它一定要出島鏈外去才叫遠洋拉鏈吶。那所以那穿越宮古島鏈的機會可能越來越多。這是第二個。那我們一看。日本是現在說實質的監視還是形式上的這種監視？我認為現在它由實質走向形式上，因為現在日本它現在的這個海軍跟中國大陸比起來，它噸位還有這個艘數，整個來看是相對遜於中國大陸。那你今天在這一方面，你是不是要在節約兵力上面來做考量？你不要說是大噸位，你噸位你有那麼多的艦數都要去出勤執勤嗎？未必哦。所以要站在兵力節約的原則，日本會派這種噸位數比較小的軍艦來考量，那這樣的話比較靈活機動。不要忘了，日本是兩面受敵，北邊有俄羅斯，俄羅斯一樣會給他壓力。這個西邊的話有這個中國大陸，它是兩邊要應付，不是只是單邊應付中國大陸而已。北邊的俄羅斯對日本來看也是形成軍事壓力。第三個，美軍在這一方面的對日本在這
這方面的軍力上的加持減弱。我們知道華盛頓號現在在哪裡？已經往中東去了。那華盛頓航空母艦要去取代，因為林肯號航空母艦要執勤要告一段落，它要接替林肯號。那你現在沒有任何一艘的美國的航空母艦在西太平洋呢？對，那這樣是不是戰力空虛？那美軍在這方面要負擔更大的勤務跟它的區域的責任，所以在這方面他會做相應的調整，而不是大兵力的對中國大陸。那這樣的話，他把所有的責任都頂下來，那這樣子，我認為他到時候變得兵力調度上，日本在這方面會捉襟見肘。好，這個是軍事上面，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最新對日本的施壓。那日本現在也是靈活的來應對針對於船只的噸位等等，它的調控也靈活的來應對。其實呢，中國大陸的施壓不只是在軍事上面而已，現在對於日本來說，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壓力就來自於經濟上面的施壓。中國大陸繼續限制，包括對日的這個稀土的管制，還有它的水產的出口，日本的水產出口。好，我們來看到幾個重要的經濟線的數字。首先是最新統計，中國大陸7月份對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鐵只剩下111噸，較去年同期可以說是直接砍半。最重要的是，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迪跟特的重稀土，它非常的重要因為呢是電動車馬達，也就是日本一直積極發展的這些產業電動車、工業機器人，還有日本要做的軍用的飛彈、雷達、航空的必需品，現在面臨全面斷供到現在日本只能靠着這些原有的庫存來苦撐着。再來，我們剛剛講到的水產的部分，日本包括它的福島等10個都縣的水產品持續的受到中國大陸的限制，民間的壓力越來越大，但是日本官方也沒有任何的辦法。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日本跨黨派議員組團前往北京，希望能建立更好的關係之外，現在說呢，接下來的另外一波就是日本的商業代表團也準備要訪中了。日本企業撐得住嗎？這些官員現在去還有用嗎？那麼中國大陸的稀土的殺手鐧對於日本的擴大影響力，現在到底又到了什麼程度？大使怎麼看？對，中國大陸對日本的稀土的禁運現在對日本企業正這個造成巨大的這個供應和成本的壓力，供應短缺，成本提高。所以雖然目前的這個整體的狀況還不到這個全面潰敗、全面崩潰的這一個地步可是也只能說日本的整體的企業大概尤其是製造業現在正在咬牙苦撐，而且呢努力找尋出路所以呢這個是一個非常這個危急的一個時刻。所以你就看日本的這個工商業界的代表團體絡繹於途，想要去中國大陸訪問，可是都不得其門而入，甚至他們有一個關西地區的一個很龐大的一個這個工商團體代表團，本來說10月要去，希望去中國大陸訪問，中國大陸就告訴他說10月不要來，10月我們忙得不得了，我們11月要辦 APEC 峰會，你要來的話，等我們辦完 APEC 峰會你們再來。所以基本上對日本這方面是就是說冷處理，那這樣造成日本更多的怎麼講壓力。不過整個來講，你剛才提到了，就是說事實上的話，有一些關鍵的稀土事實上那個日本從中國大陸進口量都是暴跌到差不多只有同比的這個20%左右，那個80%的量都不見了。那部分稀土的這個從今年年初到年中甚至它的出口降為0，那所以那個還有就是說稀土磁鐵也幾乎腰斬，所以這些都是很關鍵的這一些稀土日本現在都缺貨，當然了整體來講的話也不是完全斷供，也不是所有的這個稀土所謂的重稀土部分都完全斷供，還是有一部分能夠進入到日本，只要他申請的時候能夠證明他的這個最終的用者他不是從事軍工產業，不是從事軍火產業這些，然後你最終的用途不是有哪些目前被中國大陸列為實體清單的那20家企業，那20家現在別想拿到，所以現在有一項調查，日本最近對400家企業做調查，現在他們整個的平均生產成本現在是上升了大概22點多，22点多，這個已經是
競爭力越來越差的日本企業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當然日本現在也積極在怎麼講掙扎，然後找尋出路。第一個就是說他們在發展一種無稀土的技術，那可是最近只有突破就在汽車上面。那日產的汽車它就在電動車裡面，它可以減少大概90%的稀土的用途。不過這也只是在汽車、電動車這個項目。另外他們也要建立自己的供應鏈，可是呢目前成效很少。因為稀土的供應鏈需要時間。需要時間。那所以基本上他們这個現在開始想要找這些廢品，什麼廢冷氣、廢冰箱、廢什麼都拿回來回收。可是大概是所需的大概達不到5%。所以呢，這些廢品回收也沒有辦法，所以對日本來講，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那麼正往全面崩潰的這個方向走。所以這個過程中，我想日本必須要跟中國大陸低頭，如果不低頭的話，尤其是高市掃描，那日本的整體的經濟危機就是無法避免。好，所以那日本到底会不会低頭？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跨黨派議員已經前往北京了，那希望能夠好好的談。那接下來還會有商界，是希望替高市來保留一些轉圜的餘地嗎？等一下請上志哥來帶我們看，因為確實現在這個高市掃描它的壓力非常的大。最新的民調，上次我們說還有將近50%多的一個民調是這個支持他的，現在已經來到了最新低，是每日新聞測得的只剩下41%，那民眾最不滿的就是物價、日元跟債務的問題，甚至呢，這個民眾還抱怨他說都沒有好好的回應這個外界對他的各種的一些批評哦，都說他只會用社群來回應。那在野黨批評他叫做 SNS 首相，甚至石破茂是不是故意跟他拉開距離呢？石破茂在這個時候突然間說，日本應該反省二戰，汲取歷史教訓，被視為是跟高市掃描要拉出距離，真的是這樣子嗎？那另外有關於這些議員去北京的部分，是希望能夠幫助高市掃描跟中國破冰嗎？那上志哥又怎麼看？好，這次這個參訪團呢，是由日本的這個議員所組成的，不是其他的這些貿易界的商人哈。當然，最重要主要是他的這個代表就帶去的這個頭叫做橋本月，他是橋本龍太郎的兒子。那我們知道，其實對於中日關係都知道，橋本龍太郎雖然在2006年就過世了，可是在此之前，他就擔任過日本首相當中非常少數又有高層的權力，而且二方面他是非常務實的去面對2次大戰當中日本的這些過錯，他甚至參加過中國大陸的918的這個紀念活動哦，所以其實對於，而且他後來卸任之後，他是全身心的部分呢，即使中日有任何的衝突，他全世界在推動日華的這種包括民間的各種交流，包括劍道什麼，還有做生意。所以橋本龍太郎被中國大陸視為是真正的日本友人哦。所以這次他的兒子橋本月帶團去，果然還是給面子。那這次見到的部分是中聯部的部分的部長劉海興。好。聽到這種人為什麼不是外交部？所以他這個是一個政黨的概念，也就是這次他是作為一個雖然不是自民黨的代表，這次只有一個自民黨就是橋本月，其他全部都在野黨。但我們都看到這裡面的成員，他基本上是日本國會當中一直強調要保有最後跟中國的這個對話通道的這一群這種主和派的部分的議員，所以呢，他們不算是說幫高市掃描來破冰啦。但是呢，作為日本當中表達一方面的政黨意見，但中國還是很嚴格，只看呢用黨的部分呢來對話討論台海的問題啊，討論這個中日政治互信的問題。當然橋本月還是很厲害，因為今年6月的時候，他到中國也是見他了，而且見到的都是包括了外交部、貿促會都是副部級，包括就是副部級等上的還是厲害的官員，所以他的影響力還是有啦。中國大陸也沒有整個砍斷。好，我們來看現在這個部分的影響力，你說真的要怎樣？要看9月的時候，那個岩屋義是代表日本政府跟民間的這種國際促進會的真正的會長，橋本月是代會長。會長真正如果中國大陸讓9月的部分還是會進入的話，表示還不能說友好，但是表示是民間的部分的對話還是會留着哦，並沒有全部打斷。當我們知道高市掃描現在這最新的民調是我們看到他給的，這是每日新聞，每日新聞是自由派的一個媒體，所以呢說他已經跌到41%，比照大家，然後說他的不支持已經44%追過了，是比較狠一點。但是我們如果真的就要觀察，是從日本 NHK 好了，NHK 的時候在去年10月的時候是68%。
對，然後呢再來跌到61%。在這一次的同樣的就是這幾天調查的部分是來到了53%，所以這個下跌是真實的。那現在其實在日本方面，我們看除了高市早苗當中很受討論，無論現在是自民黨當中內部的前領袖像石破茂在批評，在野黨的領袖當然民主制憲黨本莊知史在批評。另外大家值得關注是日本非常多重量級的学者，包括白鳥浩跟中室木子，其實在所有對於這個高市早苗的批評，都是目前在日本國內對於高市早苗所有的政策，包括中日之間當中最大的壓力來源。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